小伙伴们，煮米饭呢其实是超有技巧的。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用这普通的大米呢，煮出那种软硬度刚刚好，嚼起来呢还带着弹性的香喷喷米饭，在家呢也能吃出饭店的口感，每一口都超满足的。赶紧跟着学起来吧！大米呢，它绝对是咱们餐桌上的常驻嘉宾，不管是煮粥、煮饭呢，都离不开它，既能填饱肚子呢，还能提供满满的营养。不过在家煮米饭时，你们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小困扰？比如煮米饭呢，煮得太烂没有嚼劲，或者是太硬难吞咽。其实煮出好吃的米饭呢，除了控制它的水量呢，还是有不少的小讲究的。首先呢，就是选米，一定要挑选颗粒饱满的，注意看表面哦，带着那种雾蒙蒙的质感，比那种光滑发亮的更有营养。要是大米看起来特别亮、特别漂亮，很可能呢就是经过打磨、打蜡或者是抛光处理的，营养呢会打折扣哦。然后呢就是淘米，很多人呢都会踩一个坑，淘洗大米次数太多，有人一淘就是4-5遍，又是揉又是搓，恨不得给大米扒成皮。其实这种做法呢是特别不可取的，很容易呢让大米里面的水溶性物质呢都流失掉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洗米呢确实是有必要的，但是呢千万别过度。淘米时不要用流水去冲，就在盆里呢用手这样轻轻的搅动，把明显的杂质呢给去掉就行。简单的揉搓1到2次呢就足够了。哪怕是放了很久的陈年老米，淘洗次数呢也最好不要超过3次。记住，简单的淘洗2遍就够了，这样呢既能去掉表面的杂质呢，又能让米吃起来呢既干净又营养。这淘米水呢，大家可千万别直接扔掉哦。这看似平平无奇的淘米水，用处可大着呢。待会儿呢，视频结尾我再一一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都有什么用途，好吗？咱们就这2步做好，这米饭的营养啊和口感呢就赢在起跑线上了。这里大家注意了，这淘完米呢，大家可别急着上锅就加水就蒸了，这一步呢可不能急。想要米饭煮的松软香甜，口感更棒，记得多加3样的小秘诀。第一样呢，就是少许的食盐，加一点点盐能够提高大米的筋性，还能把大米本身的香味呢给它激发出来。这样煮好的米饭呢，口感呢就会特别的筋道，不发黏，吃起来呢就是又香又有嚼劲。加进去呢，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第2样呢，就是家里面的白米醋。大米的主要成分呢，它是淀粉。那酸性的物质遇到淀粉呢，能够让大米呢变得更加的蓬松，吃起来口感呢就会更加的松软。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呢，加醋还能防止米饭变馊，延长保存时间。不过用量呢要注意，1斤米呢放5毫升的白醋呢就够了，完全不用担心蒸出来会有酸味，因为高温加热时，这个醋酸呢，它会完全的蒸发掉，只留下香甜。第3样呢，就是植物油或者是猪油啦。想要米饭蒸的透亮有光泽，还带有丝丝的香味，油呢可是少不了的。它能让大米呢变得更加的亮泽，还能增加天然的香气，让米饭更好吃。但记住，千万不要用味道过重的油，而且呢用量呢也不要过多，不然米饭呢就会腻口啦。一点点就够了。
接下来就到加水的关键步骤了。水加多了，米饭会稀烂；加少了又会加深。不同大米呢，它的吸水特性呢是不一样的，别完全按照电饭煲的标准来，容易不准。教大家一个测量的小技巧，咱们用手指当尺子，先测一下米的深度。如果大米大概到手指的2个骨节的位置，那水就加到1个骨节深。这个比例呢，试一次就有经验了。第2次呢，可以根据大米的吸水性调整，吸水量低呢就少加点，高就多加点。这样处理好呢，就可以盖上盖开始蒸啦。就根据自己家平时电饭煲的功能键选择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米饭呢已经焖好了。然后在这里的话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大家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米饭呢再给它多焖5分钟，就这样盖着焖5分钟，这样米饭的口感呢会更加的香甜一些。那时间紧的情况下，咱们也可以直接开盖就直接使用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煮的米饭光泽特别的亮眼，对不对？每一粒呢都裹着一层淡淡的米紫光泽，就像被细心擦过的珍珠一样，透着自然温润的白亮感。比起普通的煮法，它更能锁住大米本身的水分和油脂，所以呢光泽度更足更均匀，不会出现局部发硬发干的情况。看看盛在碗里，让人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就连挑食的孩子呢也会被这晶莹的卖相给吸引的。每一粒米饭呢都吸足了水分，却又保持着分明的颗粒感。然后咬下去呢，先是带着微微的弹牙韧劲，随即在舌尖散开清甜的米香，软糯中呢藏着恰到好处的干爽。吃完这一碗，唇齿间呢还会留着淡淡的米汁回甘，连碗底的余温都会让人有满足感。喜欢今天的分享呢，别忘了给乐乐妈点赞关注呀！家常美味的小秘诀，咱们下期接着聊，下期不见不散。这洗完米的水呢，可别直接倒掉哦。这看似平平无奇的淘米水，用处可大着呢。比如呢，可以用来浇花，它里面残留着钙、磷等微量元素呢，还能帮助花草生长。而且呢，处理后属于酸性水，还能调节土壤的酸碱度。大部分花卉呢都是用的，还能用来清洁蔬果和碗碟。弱酸性的淘米水呢，可以分解蔬果上的农药残留，洗碗时还能轻松的分解油污，关键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，省钱又健康。甚至还能往淘米水里边呢，咱们加点盐，还能用来清洗肉类、海鲜，去腥味，让食材呢特别的鲜美。另外就是去除铁锈啊、洁白的衣物呢，也能用到它，好处真的是超多的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去了解试试。